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你觉得今天会轮到你吗？同事小李凑过来，压低声音问道。我瞥了一眼正在台上调试话筒的刘强总监，淡淡回答：该是谁的就是谁的。可是你这季度的业绩……小李欲言又止，业绩说明不了什么。我装作不在意的摆摆手，实际上心里已经有了不好的预感。手机静静地躺在包里，录音 App 早就准备就绪。在职场摸爬滚打这么多年，我学会了一个道理：有些话得留个证据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会议室里灯火通明，公司的季度表彰大会即将开始。我叫苏晨，28岁，在这家广告公司的市场部干了3年，说不上是公司的核心员工，但这个季度的业绩确实不错，连续3个月排名第1，拿下了2个大客户，给公司带来了不少收益。刘强总监站在台前，40岁左右，穿着笔挺的西装，头发梳得一丝不苟。他是那种很注重下属配合度的领导，喜欢听话的员工，最讨厌有主见的下属。而我恰恰就是他眼中那种太有主见的人。我们的矛盾要追溯到2个月前，那次陪同刘强拜访一个重要客户。他在介绍我们公司的市场数据时出现了明显错误，把去年的增长率说成了今年的。我当时没多想，直接在客户面前纠正了他的数据。客户当场就问：刘总监，你们内部的数据怎么不统一啊？刘强的脸瞬间红了，尴尬地解释说是自己口误。回到公司后，他把我叫到办公室，劈头盖脸就是一顿训。苏晨，你知道什么叫配合吗？就算我说错了，你也不能当着客户的面纠正我。可是数据错误会影响客户对我们的信任度。我试图解释，我不管什么信任度，我只知道你让我在客户面前丢了脸。刘强的声音提高了8度，以后记住，我说什么就是什么，你只要执行就行了。从那以后，我能明显感觉到刘强对我的态度变了，工作安排上开始对我挑3拣4，开会时也总是有意无意地挤兑我几句。今天的表彰会，按理说我应该是获奖的热门人选，不仅是业绩，我负责的春季促销方案也执行得很成功，为公司节省了不少成本。但看到刘强那种胸有成竹的表情，我就知道事情可能没那么简单。我悄悄拿出手机，点开录音啊，但没有立即开启。直觉告诉我，今天可能会需要用到它。各位同事下午好。刘强清了清嗓子，开始了他的开场白。今天我们聚在这里，是为了表彰这个季度表现优秀的员工。台下坐着10几个同事，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在台上。我注意到获奖名单就在刘强手里，但被他牢牢握着，看不清内容。在宣布获奖名单之前，我想说几句话。刘强环视四周，业绩很重要，但不是唯一标准。我们更看重的是团队合作精神，看重的是员工的综合素质。听到这里，我的心就凉了半截，这分明是在为接下来的意外做铺垫。现在，我宣布本季度优秀员工名单。刘强拿起那张纸，故意停顿了几秒钟，台下的气氛瞬间紧张起来。我能感觉到好几双眼睛都在看着我，大家都知道我这季度的业绩。第1名，王晓明。什么？我愣住了。王晓明确实是个不错的同事，人很好，但他这季度的业绩只能算中等，连前3都进不去。台下传来一阵窃窃私语声，
我看到几个同事互相交换眼神，显然大家都很意外。第2名李小芳，第3名张小强，3个获奖名单全部宣布完毕，没有我的名字。整个会议室里的气氛变得微妙起来。大家都知道，按业绩来说，我应该是第1名才对。我深吸一口气，举起手，刘总监，我想问一下，业绩排名是怎么统计的？刘强看了我一眼，脸上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冷笑。苏晨，做事不能只看业绩，那应该看什么？我继续问。团队合作精神、工作配合度，还有综合素质。刘强的语气开始变得不耐烦。你还不够格。这句话就像一记耳光，狠狠地打在我脸上。我感觉到脸上火辣辣的，不是因为羞耻，而是因为愤怒。还不够格，这4个字在会议室里回荡，所有人都听得清清楚楚。我强迫自己保持冷静，悄悄按下了录音键，手机开始记录这一切，包括刚才那句让人愤怒的话。我的业绩数据应该没问题吧？我继续追问，声音尽量保持平静。数据没问题，但你的工作态度有问题。刘强明显不想再继续这个话题。好了，我们继续下面的议程。台下的同事们面面相觑，气氛变得格外尴尬。我注意到王晓明的脸上也露出了不自在的表情，显然他自己也知道这个奖拿得有些莫名其妙。会议草草结束后，大家陆续离开，我坐在位置上没有动，手机还在继续录音。我知道，真正的交锋才刚刚开始。等到会议室里只剩下我和刘强2个人，我才缓缓站起身。刘总监，我想和您单独聊聊。刘强正在收拾桌上的文件，头也不抬地说，没什么好聊的，结果已经出来了，但我想知道具体的原因。我走到他面前，我这季度的业绩是部门第1，拿下的客户数量也是最多的，为什么会被评为不够格？刘强终于抬起头看着我，眼神里带着明显的不屑。你真想知道？当然。好，那我就直说了。刘强放下手中的文件，靠在椅背上，就是不想给你讲，你太不听话了。这句话被录音清清楚楚地记录下来，我内心一阵激动，但表面上依然保持着冷静。不听话是什么意思？你心里没数吗？刘强的语气开始变得嚣张。那次在客户面前，你当着外人的面纠正我，让我多没面子。还有平时开会，我说什么你都要顶2句，这就是你的工作态度。我只是在就事论事，就事论事。刘强冷笑一声，苏晨，我告诉你，在我手下就要按我的规矩来，不服气就滚蛋。你以为做点业绩就了不起了？在这个部门，我说了算。又是一句重磅炸弹。我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，不能让他察觉到我在录音。那您的意思是，只要听话就能获奖，不听话就不能获奖？我故意问得很直白，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。刘强毫不掩饰地点点头。王晓明虽然业绩一般，但人家听话，配合度高，这就是优点。你呢？业绩是不错，但不服管理，这种员工我最讨厌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决定表面妥协。我明白您的意思了，那以后我会注意的。刘强似乎很满意我的态度。这就对了吗？早这样不就没事了？记住，在职场上，能力只是一方面，更重要的是要懂得配合。我会记住的。我点点头，然后转身走向门口。那我先去工作了，去吧。刘强摆摆手，显然已经把我归类为被驯服的下属。走出会议室的那一刻，
我看了看手机上的录音时长，8分钟。这8分钟里，刘强的每一句话都被完整记录下来，包括他承认的就是不想给你讲，以及在我手下就要按我的规矩来，这就是我需要的证据。接下来的几天里，我开始有计划地收集更多证据。刘强的管理风格确实有问题，而我要做的就是把这些问题都记录下来。第2天的部门会议上，我故意提了一个工作建议：刘总监，我觉得我们的客户回访机制可以更完善一些，现在的频率有点低。刘强瞥了我一眼：苏晨，你这是在质疑现有的工作流程吗？不是质疑，是想优化。我解释道：不需要优化，现在就挺好的。刘强直接否决：你们年轻人啊，总是想着改这改那，其实都是瞎折腾。我注意到他说年轻人的时候语气特别轻蔑，而我已经在这里工作3年了。手机在桌子底下悄悄录音，记录下这一切。那如果客户有建议呢？我继续问。客户有建议你就上报给我，我来决定要不要采纳。刘强的态度很强硬，不要自作主张，这是基本的工作纪律。会后，我又无意中和刘强聊到了工作分配的问题。刘总监，下周的那个广告策划案，您准备安排谁负责？王晓明吧，他比较靠谱。刘强想都没想就说，可是这类案子我做过很多次，经验应该更丰富一些。刘强皱了皱眉：苏晨，不是什么项目都适合你，有些项目需要的是稳重，而不是你这种爱出风头的性格。又是一句充满偏见的话。我继续装作虚心接受的样子。那您觉得什么样的项目适合我呢？一些不太重要的，出了问题也没关系的。刘强毫不掩饰地说，重要项目还是要交给听话的人。这几天下来，我收集到了大量的录音材料。刘强在分配工作时明显的偏见，对不同员工的区别对待，以及那些带有人身攻击色彩的评价。最有意思的是，我发现他对待王晓明和对待我的态度完全不同。同样是提建议，王晓明说什么他都会认真考虑，而我说什么他都会先否定一番。我开始学会引导话题，让刘强说出更多过分的话。刘总监，您觉得什么样的员工比较难管理？我在茶水间偶遇他时问道。那还用说吗？就是那种自以为是的，总觉得自己很厉害的。刘强正在冲咖啡，随口回答，做点业绩就翘尾巴，完全不把领导放在眼里。那怎么管理这种员工呢？敲打呗，让他知道谁是老大。刘强得意地笑了笑，不给点颜色看看，他永远不知道收敛。录音 App 忠实地记录着这一切。我意识到，刘强已经把我当成了他的眼中钉，而这种个人情绪已经严重影响了他的管理判断。真正的重磅炸弹出现在1周后的周5下午，我刚结束一个客户电话，准备去茶水间倒水，经过刘强办公室时听到里面有说话声，门没有完全关闭，留了一条缝。出于职业敏感，我停下脚步，发现里面除了刘强，还有 HR 经理张姐在。我悄悄拿出手机，开启录音，然后假装在门外整理文件。张姐，苏晨这个人你了解吗？刘强的声音传出来。了解一些，业务能力不错，就是性格有点倔强。张姐回答。何止是倔强，简直是不服管理。刘强的语气很不满，我得想办法修理他，不然其他人也会学样。我的心跳开始加速。修理这个词用的可真直白。你准备怎么办？张姐问。
年底的绩效考核，我准备给他打个差评，然后找个理由调走他，或者让他自己辞职。刘强的声音里带着恶意，这种刺头留在团队里就是隐患。我差点拿不稳手机，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工作分歧了，而是有预谋的人事报复。但更让我震惊的还在后面。对了，上次他提交的那个春季促销方案，我觉得思路不错。张姐说，确实不错，我已经拿去给老板汇报了，说是我的想法。刘强毫不脸红地承认，反正他马上就要被调走了，这个方案就当是他的离职贡献吧。什么？我的方案被他冒领了？我强忍着愤怒继续听下去，这样不太好吧？张姐似乎有些犹豫，有什么不好的？老板又不知道是他想的。刘强完全不以为意。再说了，这种刺头就该让他知道谁是老大。我有100种方法整他，100种方法整他。这句话如雷贯耳，我的手在微微发抖，不是因为害怕，而是因为愤怒和兴奋。愤怒是因为他的卑鄙，兴奋是因为我终于录到了最有力的证据。这段录音包含了太多重要信息，有预谋的人事报复，冒领下属成果，滥用管理职权，威胁员工。这已经不是简单的管理风格问题，而是明显的职权滥用。我小心翼翼地离开门口，回到自己的工位。手机显示录音时长12分钟，这12分钟里的内容足以改变整个局面。刘强以为我是个好欺负的下属，以为可以随意修理我，但他不知道的是，他的每一句恶毒的话都被完整记录下来了。现在主动权在我手里，有了这段关键录音，我开始制定反击计划。但我不能操之过急，必须策略性地使用这些证据。第2周的部门会议上，我决定试探一下刘强的反应。刘总监，关于春季促销方案的后续跟进，我有一些想法。我故意提起那个被他冒领的方案。刘强的脸色明显变了一下。什么想法？就是客户反馈的一些细节。我觉得可以进一步优化。我观察着他的表情。不用了，这个方案已经很完善了。刘强快速否决。而且这个方案的后续跟进我会亲自负责。可是这个方案的很多细节我比较熟悉。我继续试探。苏晨，刘强打断了我，语气明显有些急躁。我说不用就不用，难道你连这点都听不懂吗？台下的同事们都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。王晓明小声问：怎么了？不就是讨论一下方案吗？我注意到刘强额头上开始冒汗，显然他对这个话题很敏感，生怕我说出什么不该说的话。会后，我又无意中让几个关系比较好的同事听到了一些录音片段。你们听听这个。我在休息室里假装调试手机时播放了一小段录音，就是不想给你讲，你太不听话了。刘强的声音从手机里传出来。这是什么时候录的？同事小李瞪大了眼睛。上次表彰会后，我去找他理论时录的。我装作不经意地说，我就想保留个证据，万一以后有纠纷呢？我的天，他真的这么说的？小李震惊地看着我，这也太过分了吧。很快，这件事在部门内部传开了，大家都知道我被不公平对待，也都知道我有录音证据。一时间，舆论开始发酵。刘强明显察觉到了异常，他开始小心翼翼地和我说话，再也不敢像之前那样肆无忌惮。但为时已晚，我已经掌握了足够的证据，现在是时候使用它们了。又过了几天，刘强终于忍不住了，他把我叫到办公室，关上门，神色凝重地看着我。
苏晨，我听说你在到处播放一些录音。我装作不知道。什么录音？别装了，我都听说了。刘强的语气有些着急。你录我们的谈话做什么？保护自己啊。我平静地回答。万一以后有什么误解，不是有证据了吗？刘强被我的坦率搞得有些措手不及。你录了多少？不多，就是一些日常对话。我轻描淡写地说，然后掏出手机，要不要听听？刘强的脸色瞬间变得苍白，他显然想起了自己都说过什么。你想怎么样？他终于问出了关键问题。我想要一个公平的对待。我直视着他的眼睛。这次的表彰会明显不公平。那都过去了。刘强试图敷衍。过去了。我冷笑一声，点开手机上的录音。那这个呢？这种刺头就该让他知道谁是老大。我有100种方法整他。刘强自己的声音从手机里传出来。听到这里，刘强的脸彻底白了。他颤抖着说，你录了我和张姐的对话。不是我要录，是你们说话声音太大了。我无辜地耸耸肩。而且这些话，你不觉得有问题吗？刘强瘫坐在椅子上，额头上的汗珠越来越多。他终于意识到自己陷入了多大的麻烦。你想要什么？他的声音开始发抖。很简单，公平对待，补发我应得的表彰，还有停止你的人事报复计划。我的语气很平静，但态度很坚决。还有呢？把我的春季促销方案的署名权还给我。刘强咬了咬牙。如果我不同意呢？那我只能把这些录音交给公司高层了。我摊摊手。你觉得他们听到这些会怎么想？办公室里陷入了长时间的沉默。刘强显然在做激烈的思想斗争。我需要时间考虑，他最终说道。可以，但不要太久。我站起身。还有，我建议你以后说话小心一点。谁知道什么时候又会被录音呢？走出办公室时，我能感觉到刘强在背后愤怒的目光，但我不在乎。现在主动权完全在我手里，事情并没有按我预想的方向发展。3天后，刘强给了我答复，拒绝。苏晨，你那些录音算不了什么。他重新找回了一些底气。谁能证明那些话不是在开玩笑？而且私自录音在法律上也站不住脚。看来他咨询过专业人士了，但他不知道的是，我手里的证据远比他想象的要充分。刘总监，你确定要这样吗？我最后确认一次。确定。他的态度很坚决。而且我警告你，如果你再到处传播那些录音，我会告你诽谤。好吧，看来我只能使用最后的手段了。我直接找到了公司的副总经理李总。李总是个比较公正的领导，在公司里威望很高。李总，我想举报一些情况。我敲开了他办公室的门。什么情况？坐下说。李总放下手中的文件，认真地看着我。我把整个事情的经过详细说了一遍，然后拿出手机。这些录音可以证明我说的每一句话。李总听完录音后，脸色变得非常严肃，特别是听到刘强承认冒领我的方案时，他的眉头皱得更紧了。这件事很严重。李总说，冒领下属成果，这在我们公司是零容忍的。我只是希望能得到公平的对待。我真诚地说，你放心，我会彻底调查这件事。李总保证道，如果情况属实，公司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。第2天，公司启动了内部调查， HR 部门开始找相关人员了解情况，包括那次表彰会的具体评选过程。消息很快传开了，整个部门都知道我举报了刘强。同事们的反应各不相同，
有人佩服我的勇气，有人觉得我太较真，还有人担心这会影响部门团结。最关键的是，其他几个曾经被刘强不公平对待的同事也开始站出来作证。我可以证明，刘总监确实在工作分配上有偏见。小李主动找到 HR， 好几次明明是苏晨更适合的项目，他都分给了别人。我也可以证明，表彰会那次确实不公平。另一个同事说，苏晨的业绩大家都看得见，不给他奖确实说不过去。随着调查的深入，更多的问题浮出水面。HR 发现，刘强在年终绩效评估中确实对某些员工存在偏见，而且这种偏见有明显的个人情绪色彩。最致命的是，关于春季促销方案的署名问题，技术部门查阅了文件提交记录，发现最初的方案确实是我提交的，但后来上报给高层时却变成了刘强的名字，这就是证据确凿的剽窃行为。李总在调查会议上说，无论出于什么目的，都是不能容忍的。面对铁证如山的证据，刘强无法再狡辩，他试图解释说是误会，但录音里他亲口承认的话让所有解释都显得苍白无力。调查进行了1周，结果终于出来了。公司召开了全体会议，由李总亲自宣布处理决定。经过调查，刘强在担任市场部总监期间，存在管理不当、公报私仇、剽窃下属成果等严重违规行为。李总的声音在会议室里回荡，公司决定撤销刘强的总监职务，调离市场部。台下一片安静，大家都没想到处罚会这么严重。同时，公司向苏晨同志道歉，补发他应得的季度表彰，并提拔他为市场部代理主管。我愣住了，代理主管，这完全超出了我的预期。会后，李总单独和我谈话，公司经过综合考虑，认为你具备管理岗位的能力。他说，而且这次事件也证明了你的原则性和坚持。谢谢公司的信任。我由衷地说，不过我也要提醒你，管理是门艺术，既要坚持原则，也要处理好人际关系。李总语重心长地说，希望你能从这次事件中吸取经验。我点点头，明白他的意思。这次的胜利虽然痛快，但也让我在公司里背上了手段强硬的标签。刘强被调到了行政部门，负责一些后勤工作，他的管理生涯基本宣告结束。偶尔在电梯里碰到他的神情都有些落寞，再也没有了之前的嚣张。部门里的气氛发生了明显变化，大家开始更加注意自己的言行，特别是在处理上下级关系时，没有人敢再随意欺压下属，因为谁也不知道会不会被录音。王晓明主动找到我，有些歉意地说，苏晨，之前那个奖我拿的确实不合适。没关系，那不是你的错。我真诚地回答，我们还是同事，一起努力工作就好。但我也注意到，有些同事对我的态度变得微妙起来，他们对我客气了很多，但也保持着一定的距离。显然，大家都意识到我不是个好惹的人。半年后，我正式被任命为市场部主管，不再是代理。这半年里，我学到了很多管理经验。我发现，当你从一个普通员工变成管理者时，看问题的角度确实会发生变化。有些事情不再是非黑即白，需要考虑的因素变得更加复杂。但我依然坚持一个原则，公平对待每一个下属。苏主管，新来的实习生小陈工作很认真，但是有点胆小。助理小张向我汇报，那就多鼓励鼓励他。
给他一些容易上手的工作。我回答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，管理者的职责是发挥每个人的长处。明白了。小张点点头。对了，刘前总监昨天来找过您，您不在，他找我有什么事吗？没说，就是问您什么时候回来。我想了想，决定主动去找刘强。虽然我们之间发生过激烈的冲突，但现在一切都结束了，也该放下过去，向前看了。在行政部找到刘强时，他正在整理一些文件，看到我进来，他有些意外。苏主管，你怎么来了？他用了苏主管这个称呼，语气很客气。听说你找过我，也没什么大事，就是想道个歉。刘强的声音有些低沉，之前的事确实是我做的不对，我没想到他会主动道歉。看着他现在的样子，我突然觉得有些复杂的情绪涌上心头。过去的事就过去了，我平静地说，大家都要向前看。谢谢你能这么说。刘强苦笑了一下，说实话，这半年我想了很多，以前确实是我太狭隘了，总是把个人情绪带到工作中。每个人都有犯错的时候，我说，重要的是能认识到错误。我们聊了大概10分钟，气氛出乎意料的和谐。临走时，刘强突然问，你还保留着那些录音吗？我想了想，诚实的回答，保留着一部分。为什么？警示自己，也保护自己。我看着他的眼睛，职场就是这样，有时候你不得不为自己留一手。刘强点点头，似乎理解了我的想法。回到办公室后，我打开手机里的录音文件，这些录音记录了一段不愉快的经历，但也改变了我的职业轨迹。我删除了其中一些不太重要的录音，但保留了最关键的几段。这不是为了要挟任何人，而是为了提醒自己，在这个复杂的职场环境中，有些底牌必须保留。窗外的阳光很好，新的一天又开始了。我知道，在这个充满挑战的职场环境中，我已经学会了如何既坚持原则，又保护自己。那些录音就像是我的盔甲，让我在面对不公时有了反击的武器，而这或许就是成年人世界的生存法则吧。